江月，钱都已经赚了，我妈也是为了我弟好，你就当是为了我，算了吧。丈夫李浩把我拉到一边，低声下气地劝着，看着客厅里婆婆和小叔子一家人庆祝的丑恶嘴脸，再看看眼前这个男人，我的心彻底冷了。200万是我婚前的拆迁款，就这么被他们一家人像蚂蟥一样吸走了。我没有哭，反而笑了。3天后，当他们全家跪在我面前，哭着求我算了的时候，他们才终于明白我那天的笑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江女士，您再确认一下，方案就是这个了。拆迁办的王干事把一份文件推到了江月面前，老房子置换一套100平的安置房，另外再给您补偿200万现金，没问题的话，您就在这儿签个字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户主江月，这套老房子是江月父母留给他唯一的念想，是他板上钉钉的婚前财产。江月正准备拿起笔，坐在旁边的婆婆张翠兰一把按住了她的手，满脸的褶子都笑成了一朵菊花。哎呦，王干事，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，这下可好了。她转过头，根本没看江月，而是直接拍着小儿子李伟的肩膀，大声规划起来：伟啊，听见没？200万，你结婚的婚房，这下有着落了。妈明天就带你去看最好的楼盘。小叔子李伟和他旁边的未婚妻眼睛里瞬间冒出了贪婪的金光。谢谢妈。丈夫李浩也在一旁点头哈腰的附和。妈说的对，妈想的周到，都是一家人，我弟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张翠兰又指着文件上的安置房条款，对王干事说：这房子地段好，以后升值空间大，就直接写我小儿子李伟的名字，行不行？王干事愣了一下，尴尬地看向江月，这个得户主本人同意才行。一家4口，3个人在热火朝天地瓜分着不属于他们的财产，仿佛江月这个真正的主人是个透明的空气人。江月心里冷笑，脸上却没什么表情。这种场景他早就习惯了。还记得刚和李浩谈恋爱那会儿，他第1天上班，张翠兰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小月啊，你刚出社会，花钱没数，工资卡交给阿姨，阿姨帮你存着，以后都是你们的。要不是当时江月留了个心眼，只说公司发现金，恐怕那张卡早就落入了婆婆的口袋。后来结婚，江月家体谅李浩家条件不好，只要了8万8的彩礼。结果那笔钱在江月过门的第2天就被张翠兰拿去给小叔子李伟付了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的首付，美其名曰你当嫂子的帮弟弟一把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李家人的贪婪是刻在骨子里的。江月收回思绪，看着眼前这一家子激动到涨红的脸，他轻轻抽回自己的手，拿起了笔。这是不急，他淡淡地说了一句，然后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等钱和房子都下来了再说吧。他的平静在张翠兰和李浩看来就是默认，是软弱可欺。张翠兰笑得更开心了，她热情地拉着王干事的手，仿佛那200万已经揣进了他的口袋。王干事，真是太麻烦你了，改天一定请你吃饭。送走了拆迁办的人，张翠兰哼着小曲，开始打电话给亲戚们报喜。喂，二姨啊，我们家要发财了，我儿媳妇那破房子拆了200万呢。江月听着婆婆那毫不掩饰的炫耀，嘴角勾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弧度。一块肥肉已经扔进了饿狼的嘴边，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，能真正的吞下去了。那个周末，
张翠兰破天荒的亲自下厨了，她做了一大桌子菜，糖醋排骨、可乐鸡翅、红烧鲈鱼，全都是江月平时爱吃的。饭桌上，她更是热情的有些反常：“小月啊，快多吃点这个排骨，看你最近都瘦了，来喝碗汤。这是我托人买的老母鸡，炖了一下午呢。”她不停地给江月夹菜，嘘寒问暖，那亲热的劲儿，仿佛江月是她的亲生女儿。丈夫李浩和小叔子李伟也在一旁殷勤地附和着：“是啊，嫂子，你尝尝我妈的手艺，比饭店的还好吃。”江月心中冷笑，她知道这是一场为她精心准备的鸿门宴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正戏终于开始了。婆婆张翠兰放下筷子，叹了口气，眼眶说红就红了。哎，我这辈子真是命苦啊，辛辛苦苦把你们兄弟俩拉着大，没过上一天好日子，现在老了也没什么别的盼头了，就指望你们兄弟俩都能过得好。她说着，抹了抹根本不存在的眼泪。小叔子李伟立刻接上了话，他苦着一张脸看向江月：“嫂子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对象家里下了最后通牒，要是今年再买不上婚房，他就跟我分手。”他说的声泪俱下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抛弃了。一直沉默的公公也端起了大家长的架子，敲了敲桌子：“小月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你小叔子有困难，你这个当嫂子的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吗？钱在你手里和在浩子手里有什么区别？都是我们李家的钱吗？分那么清就生分了。一家人，你一言我一语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”江月始终低着头，默默地喝着汤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的沉默让这一家人有些沉不住气了。李浩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起来，他重重地把酒杯往桌上一放，发出了砰的一声。江月，他连名带姓地喊他，语气里已经带上了压抑不住的怒火：“你怎么回事？妈和弟弟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怎么一句话都没有？你是不是就这么自私？我弟弟不就是你弟弟吗？他结婚买房，你这个当嫂子的出点钱怎么了？这点钱你都不愿意拿出来，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？还有没有这个家？”江月缓缓抬起头，看着眼前这一家四口，婆婆在抹眼泪，小叔子一脸悲愤，公公满脸威严，而自己的丈夫则是一副被她伤透了心的样子。多好的一场戏啊！要不是早就看透了他们的嘴脸，她差一点就信了。她露出了一个疲惫的表情，像是终于被他们说服了。行了，都别说了。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钱的事我会处理的。”这句话一出口，饭桌上的气氛瞬间逆转。张翠兰立刻收起了眼泪，喜笑颜开：“哎呦，我就知道我们家小月最通情达理了。”李伟也激动地站了起来：“谢谢嫂子，你就是我的亲嫂子。”李浩的脸色也由阴转晴，他重新端起酒杯，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：“这才对嘛！来，我们一家人喝一个。”看着他们喜出望外的样子，江月垂下眼帘，掩去了眼底深处的那一抹冰冷的嘲讽：“你们想要的我给，就怕你们拿了之后会还不起。”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江月正在公司核对报表，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一条银行发来的短信。他随手点开：“尊敬的客户，您尾号 XXX 储蓄卡账户于9月5日14点32分完成转账交易，金额200000000元，收款人张翠兰，200万，一分不差。收款人她的好婆婆张翠兰。”江月盯着那条短信看了足足有10秒钟，她的脸上
没有丝毫的惊慌，更没有一丝的愤怒，他只是平静地按下了锁屏键，将手机屏幕重新归于黑暗。然后他拿起笔，继续完成手头那份没有做完的报表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旁边的同事探过头来：“江月，看你一下午都心不在焉的，是不是家里有事啊？”江月抬起头，对他笑了笑：“没事，就是有点累了。”他的笑容一如既往的温和，看不出任何异样。晚上下班，江月回到家，一推开门，就感受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喜庆气氛。客厅里灯火通明，婆婆张翠兰、公公、小叔子李伟和他那个浓妆艳抹的未婚妻全都在。茶几上摆满了水果零食，电视里放着热闹的综艺节目，一家人正围坐在一起，有说有笑。看到江月回来，张翠兰只是象征性地抬了抬眼皮：“回来了，饭在厨房，自己去热。”那语气又恢复了往日的颐指气使。李伟和他未婚妻更是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，腻在一起，兴奋地讨论着：“亲爱的，我今天已经去把定金交了。城南那个新开的楼盘，120平的大3房，销售说我们是全款，还能给个折扣呢，太好了！我们明天就去看看装修风格吧，我要欧式的。”江月没有去厨房，他走到客厅中央，站定。他拿出手机，点开那条银行短信，然后把屏幕亮在了张翠兰的面前。客厅里的笑声戛然而止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块小小的发着光的屏幕上。张翠兰的脸色有那么一瞬间的慌乱，但很快就被一种更加蛮横的理直气壮所取代。她啪的一声拍在茶几上，站了起来：“你看什么看？”她指着江月的鼻子，声音比谁都大：“我拿我儿媳妇的钱，怎么了？犯法了吗？你一个小辈，手里攥着那么多钱，我怕你被人骗了，我帮你保管，有什么不对？再说了，这卡的密码是你自己不小心说漏嘴，被耗子听见的，这钱本来就该给我们李家。”他的声音尖利，脸部红心不跳，仿佛挪用别人的200万巨款是一件多么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李伟也从旁边拿出了一张盖着红章的收据，得意洋洋地在江月面前晃了晃：“嫂子，你看，这是新房的定金收据，50万呢，多亏了你这笔钱，不然我们哪能这么快定下来？”一家人图穷匕现，他们甚至懒得再演戏，赤裸裸地将贪婪和无耻写在了脸上。江月的目光缓缓地越过他们，投向了从房间里走出来的她的丈夫李浩。李浩的表情有些尴尬，他不敢直视江月的眼睛。客厅里，他妈和他弟一家人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得意洋洋地看着江月，气氛剑拔弩张。李浩，江月开了口，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股冰冷的穿透力：“这件事你怎么说？”他没有质问，也没有歇斯底里，只是平静地等待着他的一个态度。李浩搓了搓手，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他快步走过来，一把抓住江月的胳膊，将她拉到旁边的角落里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小月，小月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妈她也是好心，她就是怕你乱花钱，而且我弟那边结婚确实也等着急用。”他语无伦次，眼神躲闪。江月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他的沉默让李浩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他咬了咬牙，终于说出了那句彻底压垮了江月心中最后一丝期望的话：“江月，你看，钱都已经赚了，定金也交了，生米都煮成熟饭了。我妈她也是为了我弟好，为了我们这个家好，你就当是为了我，行不行？算了吧。”
轻飘飘的3个字，像3把淬了毒的刀子，狠狠地插进了江月的心里。比婆婆偷走200万更让她感到心寒。这意味着，在这个男人心里，他的家人永远排在第1位，而他江月永远是个外人。他的财产、他的尊严、他的委屈，都可以为了他的家人被轻易的牺牲掉，被一句轻描淡写的算了一笔勾销。江月看着眼前这个他爱了5年、嫁了2年的男人，看着他脸上那副懦弱、恳求，甚至带着一丝不耐烦的表情，他突然就笑了。不是苦笑，不是冷笑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，带着一丝怜悯和一丝彻底释然的灿烂的笑。他的笑声清脆响亮，在客厅里回荡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张翠兰、李伟还有李浩，他们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江月。他们想不通，一个被偷了200万巨款的女人，为什么还能笑得出来？江月缓缓止住了笑，她抬起头，目光平静地扫过眼前这一家人的丑恶嘴脸，然后她一字一句的清晰地说道：好啊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那这笔钱我就当是送给你们了。说完，她转身，没有再看任何人一眼，径直走回自己的房间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接下来的2天，李家彻底陷入了狂欢。江月的妥协让他们彻底放下了心。张翠兰拉着李伟和他未婚妻，天天往建材市场和家具城跑，兴高采烈地挑选着瓷砖和沙发。李浩也彻底松了一口气，他觉得江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闹一闹脾气，终究还是会为了他而妥协。他甚至还假惺惺的买了江月最爱吃的蛋糕，想来安慰她：小月，别生气了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以后我加倍对你好，补偿你。江月看着他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默默地把那块蛋糕扔进了垃圾桶。对于这一切，江月全程冷眼旁观，不发一语。他每天正常上下班，回家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他的平静像暴风雨来临前那片死寂的海。第3天下午，审判日悄然而至，一家人正围坐在客厅里，兴奋地讨论着李伟的婚礼要在哪个大酒店办。突然，李浩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紧急电话，他公司的合伙人打来的。喂，张哥，怎么了？李浩的语气还很轻松。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，李浩脸上的笑容慢慢凝固了，他的语气从轻松到疑惑，再到震惊，最后变成了彻骨的恐惧。什么？他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对着电话大声咆哮：不可能！我们公司的账户怎么会被冻结？我们账上还有好几百万的流动资金啊！什么叫担保项目违约？我们什么时候给别人做过担保？张翠兰和李伟他们都停下了讨论，紧张地看着李浩。李浩挂掉电话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，脸色惨白如纸，额头上全是豆大的冷汗。哥，出什么事了？李伟急忙问道。李浩没有回答他，他失魂落魄地瘫坐在沙发上，眼神空洞，嘴里喃喃自语：完了，全完了。婆婆张翠兰也急了，推了他一把：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快说啊！李浩像是才回过神来，他猛地抬起头，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难以置信，直勾勾地看向江月紧闭的房门。他颤抖着声音说：公司的法务刚刚查到了，说我们公司作为担保方，为一个信托项目提供了无限连带责任担保，现在那个项目方违约跑路了，我们要立刻向信托公司赔偿3倍的违约金。就在这时，嘎吱一声，江月的房门开了，他缓缓地从房间里走出来，
手里拿着一份文件。他走到失魂落魄的李浩面前，将那份文件轻轻地放在了茶几上。他平静地，甚至带着一丝微笑，说：“你说的那个信托项目，是不是叫这个名字？”李浩的目光落在文件封面上那几个刺眼的黑体大字上，脸色瞬间由惨白变成了死灰。李浩颤抖着手，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才翻开了那份文件。封面上“信托项目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合同”那几个字，像烙铁一样烫着他的眼睛。他翻到最后一页，右下角是他龙飞凤舞的签名和他公司的红色公章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喃喃自语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我什么时候签过这个？1个月前。江月的声音冷静得像一个置身事外的叙述者。我拿到拆迁方案的时候，就收到了这个信托公司的投资邀请。他们说，只要我把这200万投进去，5年后至少能翻一番。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客厅里那一张张因为震惊而扭曲的脸。但是投资需要周期，我想把现金先拿出来。信托公司就给了我第2个方案，他们可以先把200万的现金补偿给我，但这在性质上属于他们借给我的过桥贷款。贷款就需要一个有实力的担保方。江月看着李浩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。于是我来找了你，我的好丈夫。李浩的记忆瞬间被拉回到了1个月前。那天江月确实拿着一堆文件来找他，说是有个投资项目可以让他公司的账户挂个名，不用出1分钱，等5年后信托项目盈利了，就分给他10%的纯利润。他当时还嘲笑江月傻，有这种好事还主动送上门。他看着文件上诱人的利润分成条款，又觉得只是盖个章，没什么风险，想都没想就签了字。他当时只看到了利润，却自动忽略了担保那几个字。我想，你作为我的丈夫，又是公司的老板，给我做个担保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江月继续说道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敲在李浩的心上。你当时很高兴的就签了，说这是一家人应该做的。哦，对了，江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补充道，那份贷款协议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附加条款，我想你当时肯定也没仔细看。条款写明，这笔200万的资金仅限于我，也就是借款人江月本人使用。如果资金被转移至任何未经信托公司书面同意的第三方账户，将构成严重违约。一旦违约，江月拉长了声音，看着婆婆张翠兰那张瞬间失去血色的脸，信托公司有权立刻终止合同，并要求担保方，也就是你的公司，立刻偿还贷款本金，并支付300倍的违约金。不是3倍，江月纠正道，也就是600万。200万的本金加上600万的违约金，总共是800万。现在你们听懂了吗？江月说完，整个客厅死一般的寂静。张翠兰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，李伟和他那个还没过门的媳妇脸色惨白，像是听到了世界末日。而李浩，他看着江月，眼神里除了恐惧，还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陌生。他这才明白，从他和他妈算计那笔拆迁款开始，他就已经一步一步走进了江月为他设下的这个天衣无缝的陷阱里。李浩，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王八蛋！一声怒吼打破了客厅的死寂。一个中年男人冲了进来，是李浩公司的合伙人张哥。他显然也收到了消息，满脸怒火，眼睛通红。他冲上来，一把揪住李浩的衣领，你拿公司的公章去签这种要命的合同，
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啊？800万，你知不知道800万能让我们破产多少次？李浩被打得眼冒金星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张哥一拳将他打翻在地，还不解气，又冲上去踹了2脚。老子跟你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，公司刚有点起色，全被你这个蠢货给毁了。张翠兰终于反应了过来，她连滚带爬地扑过去，抱住张哥的腿。张老板，不关我儿子的事啊，是这个女人，是这个贱人设的圈套。他指着江月，声嘶力竭地尖叫：钱我还在，我没动，我现在就还给他，事情就解决了吧。张翠兰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慌忙地掏出手机，手指哆哆嗦嗦的就想转账。江月冷冷地看着他，晚了，违约的事实已经发生，程序已经启动，你现在就算把钱还给我，也改变不了你非法转移资金的事实，更改变不了李浩的公司需要赔偿800万的合同约定。更何况，江月看了一眼旁边已经吓傻了的李伟，你不是已经替你的宝贝小儿子交了50万的定金吗？我听说那种新楼盘的定金可是不退的哦。这句话像是一盆冰水都投浇在了张翠兰的头上，她彻底绝望了。家庭内部的联盟在巨大的灾难面前瞬间土崩瓦解，都是你！张翠兰猛地转身扑到李浩身上，又抓又打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，让你看个合同都看不明白，现在好了，把全家都害死了。李浩也被打出了火气，他一把推开自己的母亲，你还怪我？要不是你贪心，要不是你非要去赚那200万，会出这种事吗？李伟看到自己的婚房彻底泡汤，也失去了理智，指着张翠兰，妈，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现在怎么办？我对象家里要是知道了，肯定要跟我分手的。一家人彻底乱成了一锅粥，咒骂声、哭喊声、互相指责声不绝于耳。江月静静地站在一旁，像一个冷漠的看客，欣赏着这场由他亲手导演的闹剧。他知道这还只是个开始，真正的清算还没到。第二天一早，江月还在睡梦中，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。他打开门，门口站着李家所有的人。经过了一夜的煎熬，他们每个人都像是被霜打过的茄子，憔悴不堪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他们看着江月的眼神，不再有之前的算计和轻蔑，只剩下浓浓的恐惧和哀求。小月，李浩的嗓子已经哑了，他看着江月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终扑通一声，直挺挺地跪在了江月的面前。他抱着头，痛哭流涕，我错了，江月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鬼迷心窍，不该听我妈的话，我不是人，我是个混蛋，求求你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公司要是破产了，我不光要背几百万的债，我还要坐牢的啊！他一边哭，一边狠狠地扇着自己的耳光，打得啪啪作响。张翠兰看着儿子这个样子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她犹豫了片刻，最终也咬着牙，弯下了那双平日里高傲无比的膝盖，跪在了江月面前。这是江月第一次看到这个强势了一辈子的婆婆露出如此卑微的姿态。江月，是妈不对，是妈鬼迷心窍，被钱迷了眼。她的声音苍老而无力，妈求你了，你就看在浩子的面上，救救我们家吧。那钱，那150万，我一分没动，都还给你，我们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你能让那个公司别来找我们麻烦。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这2个人，江月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他没有去扶他们，只是居高临下的看着。他让他们跪着，让他们哭着，让他们把所有的尊严都在这一刻
彻底碾碎，直到他们哭得筋疲力尽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江月才缓缓地开了口，想让我帮忙。可以，他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温度。跪在地上的李浩和张翠兰猛地抬起头，眼睛里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。但是我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江月伸出一根手指，你妈卡里剩下的150万，立刻马上转回我的账户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张翠兰点头如捣蒜。第二，江月伸出第2根手指，目光投向了吓得瑟瑟发抖的李伟。你们用我的钱付了50万定金买的那套新房子，去把购房合同的名字改成我江月。从今天起，那套房子是我的。李伟的脸瞬间就白了，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张翠兰狠狠地瞪了一眼，只能不甘心地低下了头。第三，江月看着跪在地上的李浩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我们离婚，离婚协议里必须写清楚，你的公司，你所有的债务都与我江月无关，我们一刀两断，从此再无瓜葛。离婚。李浩猛地抬起头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月。张翠兰也急了：小月，不能离婚啊，你们可是夫妻啊，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，非要走到这一步呢？他还想打感情牌，但江月已经不吃这一套了。商量？江月冷笑一声：你们偷转我200万的时候跟我商量了吗？李浩让我算了的时候跟我商量了吗？现在火烧到自己身上了，想起跟我商量了，晚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江月的声音变得无比强硬，这3个条件缺一不可，你们答应，我就去跟信托公司谈，我是这笔贷款的直接负责人，由我出面，或许可以把事情控制在赔偿200万本金的范围内，免掉那600万的罚金。你们要是不答应，江月顿了顿，眼神变得冰冷刺骨，那你们就等着公司破产，等着法院来查封你们所有的财产，等着背上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债吧。你们自己选。他把选择题扔回给了他们，一道根本没有第2种答案的选择题。李浩和张翠兰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绝望。他们知道江月不是在开玩笑，这个被他们欺负了2年，一直以为是软柿子的女人，有着他们无法想象的坚决和狠力。最终，李浩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，瘫软在地。我答应。他闭上眼睛，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痛苦。我答应你所有条件，接下来的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。张翠兰第一时间将卡里剩下的150万转回了江月的账户。李伟哭丧着脸，在他妈的逼迫下，带着江月去售楼处办理了购房合同的更名手续。那套他梦寐以求的大3房，从此姓了江。最后是去民政处，当工作人员将那本红色的离婚证交到江月手上的时候，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前所未有的轻松。2年的婚姻像一场醒不来的噩梦，今天他终于彻底解脱了。从民政处出来，李浩像是苍老了10岁，他看着江月，眼神复杂。江月，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，对不对？江月看着他，笑了。我没有算计你，我只是在你算计我的时候，提前给自己准备了一条后路而已。李浩，你记住，人心是不能算计的，尤其是那个全心全意对你的人的心。说完，他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阳光里。江月履行了他的承诺，他以贷款主要负责人的身份，主动联系了信托公司。他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包括婆婆转走资金的银行流水，都作为证据提交了过去。
她声泪俱下地扮演了一个被恶婆婆和无能丈夫欺骗的受害者。信托公司的目的是求财，不是为了把人逼上绝路。在江月的积极斡旋和律师的协助下，他们最终同意，只要李浩的公司能立刻归还200万的本金，他们就放弃追究那600万的违约金。江月把这个结果用短信通知了李浩，他用李浩公司的钱还清了李浩公司的债。至于李浩的公司账户被冻结后如何凑出这200万，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。他已经仁至义尽。3个月后，江月站在一套宽敞明亮的大3房的阳台上，屋子已经按照他喜欢的风格装修一新。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，洒在地板上，也洒在他的身上。他现在有车有房，有将近200万的存款，还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。他用婆家算计他的钱，给自己买了一套最好的房子，用丈夫的愚蠢给自己换来了一个自由光明的未来。手机响了，是新同事打来的。江月姐，晚上有空吗？大家想一起聚个餐，给你庆祝一下转正。江月看着窗外湛蓝的天空，脸上露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灿烂的笑容。好啊，她说，我请客。挂掉电话，她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感觉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。她的人生从今天起才算真正开始。至于李家那些人，他后来也零星听到过一些消息，李浩的公司最终还是没撑住，倒闭了。他和合伙人闹得不可开交，欠了一屁股债。李伟的婚事也因为买不起婚房，彻底黄了。张翠兰一夜之间仿佛老了20岁，成了小区里最大的笑话。但这些都与江月无关了。他知道，最好的报复不是纠缠不休的怨恨，而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比他们好100倍、1000倍，让他们在阴暗的角落里永远仰望着那个他们曾经看不起，也再也高攀不起的闪闪发光的他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